关注大度，也白富。What's up？ 我是大度，31年了，我终于用上了高贵的蛇。Damn bro！ 而且这台机器还是我最喜欢的凌刃16。我曾经幻想过无数个使用雷蛇的场景，想通过它满足我些许的虚荣心。但是这一天啊，我被它夺走的意识逐渐的清醒了，恢复过来，我才想，我真的需要一台高贵的蛇吗？弹幕可以猜一下，这台凌刃16 5070 钛的版本卖多少钱？做笔记本的视频也有3年多了，其实比它更贵的机器我也见过了不少，但是初次见到它时，还是会被雷蛇的工业设计、质感，还有一些小巧思塞满了我的脑子。我可以说，雷蛇的 logo 设计是不够简洁的，也不够 RGB， 但是它足够的有风格，大小比例也恰到好处。没事的时候，我就喜欢盯着它看。就真的越看越有灵性，越看越觉得这个黑色的中间镶嵌的这个 logo 要逐渐的把我这样吞噬进去的感觉一样。经常看我视频的人都知道，我很喜欢在我的屏幕上面放一个雷蛇的壁纸。第一是好看，第二是我真的想赚到钱了，买一台爽一把。雷蛇在销量上有多被友商们吊打，那在设计上它就能够多吊打友商。如果只看它的 A 面，对比现在的高质感本子，你觉得谁能和它一战呢？是 ROG 呢，还是MacBook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本子？我个人很吃这一套方正简洁的纯黑范儿。我喜欢穿这种纯色的 T 恤，其实也是受这种简洁审美的熏陶。甚至我在拍照的时候也越来越喜欢舍弃复杂的画面元素。But 这台机器和2022款的幻16就呼应上了，知道为什么？因为它太他妈粘指纹了 ，bro！ 此面向敌，但是估计敌人看了都容易笑出声。A 面的干净与否对于气质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屏幕是硬件上面我觉得唯一的槽点，这个祖传400尼特亮度的屏幕，不知道雷蛇还有多少库存，其他的各项参数倒是都顶满了。然后要注意的是，它是一个镜面屏，所以平时使用的时候要多注意一下那个强光下面的反光的问题。其他的像亮度啊什么的，我自己在室内使用啊，其实基本上是感觉不到的。C 面的键盘非常的规整，舍弃了小键盘和全尺寸的方向键，都是为了给这套秩序感以及扬声器让路。给你们听一下，对比 MacBook， 你觉得能打吗？它的单键 RGB 亮度超高，而且看不到任何漏光或者是错位。这个灯效一看就是用了新的。这个视频的稿子我也是用它来码的字，2000多个字啊。它的按压质感在轻薄游戏本里，我觉得仅次于幻16 Air 了。触摸板面积巨大，接缝控制的很极限，按压和回弹都非常的紧致。开盖的内凹也很懂事的和触摸板统一了长度。我觉得目前最强的 C 面颜值应该不会有争议吧。But 这个触摸板掌托和 A 面一样的毛病，就是有点粘指纹。各位副哥啊，自己适应一下吧。另外，这台机器的刚度啊，在我用过的笔记本里面，甚至那些更厚的本子，我觉得都是第一梯队的水平。甚至考虑到它的这个轻薄的程度，我都想把那个梯队给它去掉了。而且打开屏幕以后，它的 C 面非常的薄，单独这样子掰扯也几乎察觉不到有什么形变，真的很硬啊。当然在质量这个部分呢，因为我现在也只用了10几天，没有什么发言权，有用过的老哥们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打一下。我最喜欢的小巧思就是它的这个 USB 口是绿色的，以前看别人的视频根本注意不到，我是很戳这种需要探索才能找到的小巧思的。而且它的接口配置也是目前轻薄游戏本里面最全的，给个大赞。聊一下性能，它的外观设计啊，我是很满意的，但是在性能方面，我觉得必须要说一下，就是不要抱有太大的期待。显卡其实还好，单考10分钟，它能够稳定在140瓦左右。但是实际测试游戏对比我用过的满功耗的5070 Ti 传统游戏本，只落后了一点点。考虑到这么薄的一个机身里面塞进了这套配置，其实是可以吹一波的。但是啊，这台机器的 CPU 的选择是有一点迷惑的。当我测出它的 R23的成绩的时候，我懵了一下。我觉得这个价位都和至少上个25000分吧。我知道现在的电脑都很喜欢强调 AI 性能，但是都买折了，我觉得
用这玩意儿跑 AI 的能有多少人呢？多和弱再加上 AMD 的处理器啊，对于那个视频编解码的支持也相对英特尔要弱一点，所以呢，我其实不推荐买这台机器去进行中高强度的视频剪辑工作。这颗 CPU 单烤60瓦的成绩实在是太温柔了，我蛇应该是有自己的考量的。当然，我自己的这种使用场景也不能代表所有人，万一你就喜欢呢，对吧？当然，我还是会希望雷蛇你能够多一个英特尔的版本，让我去做选择题，好吧，而不是这种必选题。我觉得实在不行，你就给我一个 Ultra 5，其实也可以啊。对这种机器来说，这颗 CPU 应付日常的使用以及一些设计啊，然后中轻度的视频剪辑，其实也还是够用的，而且能效比确实做得不错。关闭独显后，我用它写稿、听歌、上网的低负载使用，它坚持了344分钟，在高性能轻薄本里面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现在四川的温度有多热，你们也应该都懂啊。所以说这台机器现在的键盘温度啊，我双烤了接近10分钟了，达到了丧病心狂的55度、56度，大概在这个区域。但是它的风扇噪音值还比较不错，控制在了48分贝左右。然后双烤呢，碍于它这个非常轻薄的机身啊，所以很克制啊。现在是25瓦加120瓦，145瓦的双烤成绩。所以说这就是这台机器在散热部分为了造型做出的妥协。你们能否接受呢？最后总结一下，很多人都说雷蛇就是暗黑版的 MacBook， 对，但是也不全对啊。如果单论材质、设计等等这些冰冷的东西，好像确实他们是两兄弟。但是我能明显感觉到，蛇带给我的那种躁动值啊、键盘值是远远要高于 MacBook 的。Mac 就是太循规蹈矩。太工具了，而雷蛇设计上的小巧思啊、RGB 键盘啊等等的这些东西，都会不定时的来撩拨我。我有的时候就用它工作着，我就喜欢拿着，这样看一圈，也没啥实际的意义，但就是想看啊，知道吧？就觉得啊，看了以后会心里舒服一点。作为游戏本，考虑到它的这个厚度啊，如果你想买一台比较顶的又有逼格的，那我觉得你可以上。作为日常出街办公的逼格本，它也行。但前提是，这个不要脏。这台机器其实在16寸的这种带强力独显的本子里面来说，算不上重啊，而且它很薄，也不挑背包，所以呢，柔弱的女生背起来也不会费劲。这台机器其实不是我的，是粉丝借来的，再次感谢这位老哥，感谢信任。而且这位老哥他其实并不是我刻板印象中的那种富哥买台自己的玩具的那种，他自己也说是在大学时打工攒的钱梭哈了这台电脑。他说人这一辈子就这么几个追求，确实啊，爽就完事儿了。我在2018年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台相机，索尼的 A6500，我还记得是当时3000块钱一个月的工资，然后我硬抠500块钱，存了整整2年。然后才买到了它。我用它研究摄影，开始涉足做自媒体，拍了很多现在看起来有点低质量的视频。但是正因为这一次梭哈，我才有了改变我自己生活的能力。这期视频熟悉我的粉丝应该能看出来，风格可能和以前不那么一样啊，什么列参数啊、做对比啊啥的。我希望还是自己能有一些突破。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的风格，或者是对我的视频有任何的建议啊，千万不要吝啬，私信我、弹幕我、评论我。好吧，我需要你们的建议。最后还是那句老话，如果你们想看更多好玩好笑的骚气的科技说视频的话，就一定记得要关注大度一夜暴富。Peace。